世界上那些极度凶残的子弹盘点，看惯了俄乌战场上那些大炮开火的场面之后，这期视频火力军来给各位换换口味，咱们今天来聊聊子弹。场面虽然小了一点，但是刺激度拉满，火力军可以打保票，这期视频绝对可以满足各位的猎奇心。什么让女人不敢怀孕的子弹，能在人体内爆炸的子弹，以及附带魔法攻击、精神压制的弹药，都是今天的主角。各位准备一下啤酒、瓜子、矿泉水，咱们这就开始。Top 10龙息弹，这个听起来就挺帅的子弹，看起来更帅，火力军愿称之为最酷。不过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没啥用。龙息弹这东西啥时候开发的不知道，但最初的目的绝对不是军用、狩猎或者自卫。火力军估计当初研发龙息弹就是为了耍帅，因为这东西的燃烧剂是镁。各位有条件的可以拆开一发龙息弹，就会发现它里面的主要部分就是镁颗粒、铅丸子或者小铁片，也有一部分龙息弹里面全是镁。发射场景就是从枪口中喷出一道火焰，当子弹射出枪管时，内部的镁和氧气就发生反应，然后产生火焰，很炫酷也很漂亮，但就是这威力有点一言难尽。龙息弹在物理杀伤方面就等于是阉割版本的普通弹药，毕竟铅丸或者小铁片比较轻，而且发射药也比普通弹少了一点。标准的发射药 1.3 克，但龙息弹发射药一般也就1克，所以龙息弹的杀伤力主要是魔法攻击。镁这玩意儿燃烧的温度可以达到3100摄氏度，确实能起到烧伤的作用，但是绝对达不到一击毙命的效果，因为它烧得快，整体在燃烧的过程中就化成了渣，等于说火在敌人上烧一下就跑，比喷火枪差远了。而且龙息弹的有效距离也就是30米，这个射程无论是军用还是狩猎都不可能，而且也不能用于自卫。这也是为什么龙息弹是一种被禁用的弹药。是的，龙息弹在美国的一些州是被禁用的，虽然威力不是很强，但是它波及范围大，用它自卫等于说是人跟房子一块烧。从这方面看，龙息弹只适合用来对付有深仇大恨的人，前提还是对方被绑了。一句话，龙息弹帅是真的帅，用来当烟花的效果都比实战价值高得多。Top 9空间弹，顾名思义，弹头尖端中空的子弹。这种子弹跟常规子弹最大的不同就是弹头部分，弹尖部分一般是平头或者是向内凹陷的弹头形状，弹头不规则，不符合空气流体力学的形状，飞行很不稳定。不过这也是它最大的特点，高变形力和高停止力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不规则的形状更容易变形。普通的子弹就是一个尖头，穿透力强，在命中物体之后就穿了过去，造成的伤害也就那一个洞。但是空间弹自己会膨胀，在命中之后，弹头在高冲击下就没办法维持原有的形状，会沿着凹槽扩散，最终在软目标体内造成常规口径3到6倍大小的伤害区域，甚至是5到10倍的伤害区域。除了翻脚之外，也会在目标体内造成严重的割裂伤，缺点就是穿甲能力差，精确距离很短，飞行稳定性较差。空间弹扩张后的弹头看起来就像一个草菇，头大身子小，所以这种子弹在命中人体后很难取出来，受伤者的死亡过程也比较缓慢，身上的痛苦可能还比不上心理上的恐慌，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，自然是被办了。根据海牙公约，这种进入人体后变形的子弹无法用在大规模军队作战。不过这种空间弹能用在反恐冲突和警察执法，毕竟伤害高，用于打击罪犯堪称神器。而且空间弹也能用在狩猎这方面，在美国的一些州还规定狩猎的时候必须使用空间弹，因为它可以一击致命，减少动物所受的痛苦。说实话，火力军也没太明白这个逻辑，如果打得准，就算是普通子弹也是一样的效果。Top 8磁轨炮弹，也就是电磁轨道炮专用的炮弹。按照美国海军的设想，这是一种超高音速炮弹。电磁轨道炮是将电磁炮转化为动力，推动炮弹以很高的速度出膛，所以它的动力就单纯依靠射出那一瞬间的动力。想要加大射程、加大威力，最高的办法就是降低炮弹的阻力，于是就有了一种低阻力的尖头弹，威力可以穿透7块钢板，最主要的是还便宜。
美国之前安装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的电磁炮，单发炮弹的价格就达到了80万美元，这谁用得起？而一枚最先进的战斧巡航导弹的成本才50万，而这种尖头磁轨炮弹的成本也就只有2500美元左右，可以说随便用，完全符合电磁炮廉价、结构简单、可重复使用的初衷，威力也是大的一批。每秒3公里的时速，看谁都是弟弟。估计之后的战舰上用的都是电磁轨道炮，便宜好用还安全，毕竟不含火药。Top 7贫铀弹，从金属铀中提炼出核材料铀235之后的副产品，其主要成分是放射性较弱的铀238，制作成含有铀238的硬质合金为主要原料的炮弹。比较常见和有名的就是贫铀穿甲弹，能有效击穿当代多种型号，并且拥有复合厚重装甲的主战坦克，堪称一发入魂。它在使用时的原理和普通的穿甲弹是一样的。贫铀弹在使用时通常是使用坦克炮进行发射的，主要利用贫铀合金的高硬度、高比重和高熔点的重要特性，再依靠动能的原理进而摧毁坦克，或者是类似装甲车这种高防御的武器装备。贫铀弹会上榜，主要是因为它的副作用。爆炸时产生的粉状物被人呼吸进体内，或通过伤口进入人体，会引发癌症以及肝脏、神经系统疾病，甚至引起孕妇流产和新生儿畸形。贫铀的主要成分是铀238，其半衰期达45亿年。贫铀弹燃烧时，其溶焦化了的氧化铀和贫铀微粒可以进入人体内部被器官吸收，形成严重的内照射，使人体器官受到严重损伤。实战证明了贫铀弹对人类的威胁和危害极大。美国参与海湾战争中的老兵退役以后有体质下降、心情烦躁、头痛、肌肉关节痛、睡眠障碍等，就被称为海湾战争综合症。Top 6霸王龙枪弹，各位也可以叫它暴龙枪弹，算是世界上枪口动能第2的狩猎枪弹，尺寸14.6乘76毫米，初速750米每秒，枪口动能13800焦耳。小科普，枪口动能最大的狩猎弹是在 JDG 弹34438焦耳。霸王龙枪弹是津巴布韦拜托 A Square 公司开发的，主要用于自家的狩猎活动。对于子弹而言，枪口的动能越大，威力就越强。使用这种超级枪弹的枪械，目标就是大型动物，像什么水牛、大象，都是一枪撂倒。威力大是挺爽的，但后坐力也是挺爽的。想要使用巨无霸级别的狩猎枪弹，前提就是有一个强壮的身体。毕竟这种口径子弹带来的后坐力跟被驴踢了一下差不多，甚至说站着开枪还可能被后坐力冲倒。所以用这种子弹的基本上都是专业人士，后坐力太大，普通人把握不住。不过这种大口径的猛兽枪弹一直是属于小众范畴，价格贵，工厂原装的售价差不多都在100美元左右，枪支也一样，数量少得可怜，所以更贵。早期的时候每支都要1万美元，更别提现在的了，都能达到26万美元。没钱的玩不起，有钱的还要考虑自己的体格。Top 5雷霆榴弹，这种弹药跟普通的散弹枪弹药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它的爆炸声可以达到182分贝，这个分贝如果再加10的话，就可以把人的耳膜震破。如果敌人没一点防护的话，很有可能造成永久性失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弹药并没有被禁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特种部队使用，利用爆炸声带来的声音让敌人暂时耳聋。适用范围不算很大，一般都是用于活捉目标，在威力上或许还不如普通的榴弹。简单来讲，这种雷霆榴弹其实就是闪光弹的加强版，不仅亮，声音还大。Top 4加乌桥牛仔弹，在外观上就类似套牛用的绳子，长度差不多在30到60厘米，两头套着一个重球的位置。几百年前的南美牛仔们使用这种逃生缠住猎物的腿，到了21世纪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好汉用这种原理研制出了一种散弹枪药——加乌桥牛仔弹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种弹药，各位就会发现，
加乌桥牛仔弹就是一个小1号的套牛绳，用散弹枪发射之后，弹药之间的小铁丝就跟套牛一样套在骨头上，两头的小丸子在惯性的冲击下再转个圈，伤害直接翻倍，杀伤力比散弹枪更恐怖。这种子弹一看就知道制造极为麻烦，所以生产的数量估计很少。火力军在搜资料时，连使用这种子弹的枪械都没找出来，数据少得可怜。但唯一能肯定的就是这种子弹在战场上不会出现，毕竟已经都是散弹枪了，威力就已经不用怀疑了。对人体而言都是一枪倒。用加乌桥牛仔弹，火力军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为了打野，在狩猎某些大型动物时，用加乌桥牛仔弹可以有效防止猎物跑掉。Top 2平底船弹药，世界上规格最大的散弹枪。平底船枪长2.4米，口径约5厘米，通常是定制的，是一台专门用于狩猎的武器。每次射击需要0.45公斤弹药，一次性可以射杀50只鸟类或者水禽。由于枪个头很大，后坐力也很大，猎人只能把它安装在一种平底船上，后坐力可以直接让船后退几十米远。通常猎人们在使用时会集中8到10艘船，排成阵型，把要猎杀的水禽围起来，然后一起开火，可在1分钟内射杀大约500只鸟。由于平底船枪的高效率，猎人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获得相当数量的水禽，直接导致美国的鸭群数量急剧下降。1900年，雷斯法案通过，禁止野生动植物交易。随后，其他联邦也纷纷颁布法律，其中著名的有1918年颁布的候鸟条约法案。这些法律有效地规范了市场狩猎，平底船枪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。因为平底船枪在狩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，有人还提议将其用于战争。但是就平底船枪的体积来说，尽管威力大，但是操作起来着实不方便，还不如普通的枪支。最终也没见谁抬一支这样又长又笨的枪去打仗。Top 1 RIP 子弹，要论最凶残的，还是要数 RIP 子弹，也被称为安息弹。顾名思义，中了这个子弹，神仙难救，只能安息。安息都不太可能，只能痛苦死亡。弹头就像鲨鱼牙齿一样，射出后能够轻而易举击碎目标物。RIP 子弹这种子弹是美国 GRR 公司研制，由于市场反应，现在用于自卫的手枪子弹威力明显不足，无法有效地杀伤犯罪分子。有案例证明，入侵者在被9毫米手枪弹击中非要害部位后，仍然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，还是可以实施犯罪活动的。所以，研发这种子弹的初衷是希望可以做到一击毙命。该子弹是一种无铅固体铜弹，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弹头。和普通子弹不同的是， RIP 子弹的弹头上设计有8片三角形刀片，就像尖刀一样，每个三角刀片还刻有2个凹槽。这2个凹槽并不会破坏飞行的稳定性，还能提高有效射程。在击中目标后，这8颗牙齿般的子弹头可以瞬间变身，分成24个碎片，在目标体内迅速扩散。根据之前刻好的凹槽，分别飞散到各个方向，从而达到撕裂人体肌肉组织和内脏的效果。子弹垂直击中人体后，会造成约40毫米的创伤。虽然在体外只能看到一个伤口，但是锯齿会在体内翻滚，造成体内创伤。被这种子弹击中的死亡率很高。大致的感觉就是像螺旋刀绞进目标体内，类似于切割锯。如果目标是人，所有的内脏都逃脱不掉。即便是送到医院，医生取出弹片的难度也要远远大于普通枪弹。不过最大的可能还是撑不到医生过来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子弹杀伤威力过于强大，禁止用于战争中。对此，生产商只能表示我是无辜的，毕竟研发这种弹药的初衷只是为了防御。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还知道哪些丧心病狂的子弹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